那么小王，你去美国也是留学了快1年了，你在那边生活的，你感觉帮我们中国上海这边生活的怎么样啊？区别？我觉得差别挺大的，真心挺大的。大家好，我是王哲库，今天来采访一下小王胖妮子啊。大家好，我是胖妮子王思敖。比如我举个例子，比如我在上海，我缺一个什么东西啊，直接上网，对吧？打开某个红色的 APP 或者黄色、橙色的 APP， 对吧？我就直接买了。对吧？然后快递正常2天3天我也就能拿到了。那么来个国外的话，就是我缺什么东西，实际上我正常一个快递要接近2个礼拜才能到，就是我觉得这点上蛮难受的，很不方便。就是在中国的话就会方便很多。那么在美国那边吃饭怎么样？还合胃口吗？这是个很有趣的问题。外国人的饮食文化实际上是很单一的，就是要么是汉堡、taco。披萨对吧？或者色拉，或者是这种三明治，它就饮食，就我刚刚说的那些已经能涵盖他们99%的饮食了。就是再比方说，就大家会觉得，就在美国那边实际上是能吃到那种中餐的，对吧？这实际上又是一个误区。美国那边实际上叫做一个中式快餐，中国人是吃不惯的。比如说左宗棠鸡，对，橘子鸡，什么牛肉配蔬菜这种。他们就只是看上去像中餐而已，但实际上中国人是一点都吃不惯，而且很贵。就这，我觉得这个就是说又贵又不合胃口。对，因为我有些同学他会选择点外卖，但是外卖更有一个很怪的点，就是国外我们更多会用 Uber Eat 去点外卖嘛，然后你在配送费的基础上，你还要给司机小费。正常的，如果你不给小费的话，司机会在你的饭里面吐口水。哇，这么夸张啊！甚至你至少要给他，你如果正常给他1刀2刀小费，他就会对你很不客气，然后3刀以上就会很好。然后如果你给到10刀，一份饭也就20块钱，然后你给他的10刀的话，他真的会双手这样呈给你的。我是越发能感受到国外小费文化的这种愈发离谱了。因为如果是去餐厅吃饭的话，正常情况下，它最低那个小费的档位是15%，就是我吃一顿100块钱的饭，我要交15刀，这是我对此上感受到不满的一点。我认为这点中国还是很好的，当然国外是有服务，但是它这个服务并没有让我觉得我愿意心甘情愿去给到这个钱。了解的这个也就是说你在那边外面也很少吃，外卖为了省钱也很少叫，基本都自己做饭。我主要是以优先自己做饭为主，然后在国外的话，肉还会便宜一点点。我自己更加喜欢吃肉啊什么的，然后天天烤肉。那么小王，你说那边美国理发也很贵，导致你好像有几个月甚至小1年没理过发。因为在那边的话，正常就是最便宜的理发是20块钱一位，然后你还要给小费，20刀对吧？你小费正常情况下你至少5块7给了。就我不知道，就是为什么他们这种剪法就很难受，这不符合我们亚洲人的审美的。然后我就宁愿不剪。他们会把你剪成什么样？不如自己推掉，就不如直接剃个光头。他们那边剪发甚至不如我们这边学徒啊什么，我是这么认为的。小王，还有没有你觉得这个中美两边差异的呢？那又让我想到另一件事，就是我觉得国外人的就是很轴啦。我数学课吧，我第1学期的数学课上，我当时有一个衣服，实际上和这个差不多，但是上面印的是 Fun Bear， 就是有趣的熊啦。然后我的教授就说，哎，这衣服还挺好看的，对吧？那么中国人马上就想的是那么教授觉得好看，那么说明他也想要一件，对吧？对，那么我们中国人就觉得他是在暗示我啊，对，暗示你要表现一下的对。然后我妈就跟我妈妈讲，我妈说，那么还是要表现一下，对吧？然后就当时正好我也要运点东西，这个物资啦，算是到美国去。对，因为有些东西在美国的确买不到，比如腊肉啦，什么罗汉果水啊什么，然后呢就运了几件衣服过来，然后我就送给了老师那么老师当时也很开心对吧？然后笑嘻嘻的，但是最后实际上就是我不清楚是我想多还是什么，我的想法就是老师给我暗示了，那么我要表现一下，那么我表现完了，老师应该也表现，对吧？那么老师最后在我考试的那个分数上面并没有给我表现，我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，实际上我就觉得这口气我就觉得咽不下去。那给了你个什么分数呢？就给了我个 B 减的分数，B 减到 B 这一个小就差那么1、2分，就很能晓得吧，很难受，真的。就你觉得他应该给你一个更好的，就稍微，那么也不是说什么跳几个档啦，对吧？稍微意思加一个小档，对吧？从 B 减提到 B， 对吧？就这种小小的人情世故，外国人反而不懂，很真实。